结婚第5年，我遇到了20岁的丈夫。我10年后为什么会娶你？你想做什么？离婚，越快越好。我舍不得让自己娶一个不爱的女人。好，这天我提前下班，听到房间内传来剧烈的打斗声。造我谣，小兔崽子，以为33岁的我看不出20岁的小心思？你已经老了，凭什么吃这么好？恨你老几，去死吧！不对劲儿，长相跟我老公一模一样，可也太嫩了，一点没有梁时许那股老成深沉的劲儿。你是谁？孟眠，这拽的258万的样子，难不成是我老公返老还童，或是他的双胞胎弟弟？如你所见，我和你结婚了。结婚？和你？该我问你了。问呗。闹半天你是20岁的梁时许，难怪架子这么大。不然呢？我老公从没聊过年少经历，忽然见到少年版他，觉得挺稀奇。喂，老盯着我干什么？看看年轻的老公长啥事不行吗？你不准再看我了。虽然很震惊，但还好我心理素质强，就是好奇2个他见面会是什么样子。我10年后为什么会娶你？以我对自己的了解，未来的我不会喜欢你这样的。我哪样？反正就是你这种张扬的。我张扬，我都做好被他嫌弃年纪大长得不好看的准备了，万万没想到他居然用张扬来定义我。我从前或许确实适量行宫，明艳张扬，可嫁给梁时训的这几年，我安分守己，直接变成了豪门10家好儿媳，早就和张扬半点不沾边了。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然是离婚了，越快越好。我舍不得让未来的自己娶一个不爱的女人。不管怎么说，先稳住他再说。你现在有没有地方住？我不跟你住一起吗？你跟我走吧。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我，但不要出现在梁时喜面前。你就这么在意他？这不是在不在意的问题。2个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现实里，本身就很荒谬。他最近在忙重要的跨国合作，我不想耽误他工作，更不想让他凭空多出这种无谓的烦恼。我可以抱你吗？你要抱我？抱一下又怎么了？你抱他还少。他今年都33了，身上老人味重不重啊？我是不是还挺像的？33而已，又不是53。记得快点和他离婚。他不就是你吗？今天很忙。工作室新接了个大单，是有点忙。这就是我和梁世元婚后5年的常态。梁时旭向来是极致的时间管理大师，凡事追求利益最大化，从来不会浪费时间发呆。今天倒是反常，脑子很乱，一会儿是那个20岁的梁时旭，一会儿又头疼的想到离婚2个字。真的要离婚吗？离婚！我和梁时旭是5年前认识的，那时候我刚毕业1年，拿着家里人给我的创业资金成立了工作室，我带着扩展客源的目的参加了这场晚宴。小姐，你脖子上的项链很美。当时梁世旭花名在外，绯闻很多，女伴多的人自然少不了买些珠宝首饰。我抱着宰他的想法，加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可奇怪的是，整整半年，梁思琪没在我的工作室购买1件珠宝，我顿时觉得和他吃的那些饭都白吃了。于是我不再主动邀约，还顺便给他扣上了个抠男的标签。大概断联了3个月后，我又遇到了他。当时我的工作室出了资金问题，只能四处拉投资。
孟小姐，我一直很想问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要把我拉黑？好吧，那就算是我的错。请问可以有幸送你回家吗？你那个工作室运营模式太理想化了。虽说这人很抠门，但指出问题时确实一针见血。说实话，梁强是确实有资格被上流圈视为最想嫁的男人。梦眠，目光收一下，我在开车。你刚刚在想什么？在想你会娶谁。梦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挺想和你结婚的。和你结婚有什么好处？那一刻我大概率是脑子抽了，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求婚，完全乱了分寸。话音落下我就后悔了，这话听起来太过功利世俗，显得我格外刻意。金钱、资源、身份地位，我都可以给。如果不够，我也愿意让你踩着我的一切，去拿到你想要的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活在父亲的打压式教育里，满心都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执念。再加上此刻的梁时眠温柔又真诚，魅力格外让人折服。他似乎格外怕我临时反悔，第二天一早就直接拉着我火速领了结婚证。梦眠，合作的事情在扫尾了，我们很久没有过了。很久？明明才4天而已，这难道不是我们平日里最正常的相处频率吗？换做以前，我大概率不会拒绝他的亲近，但今天不一样，我脑子里全是18岁小梁的身影，生怕他突然闹出什么乱子。好累。忙完陪你去度假好吗？再说吧。绵绵身上的香味是男士香水，市面上的男香大多味道清淡，沾身极易消散，他却能带着味道一路回到家。他们到底只是简单的握手，还是更为亲密的拥抱？这是梁时许以前年轻不懂事时最喜欢用的香。恶心，品味极差。没事的，他是爱我的。第一次见面是他主动要的我的联系方式，后来还多次主动邀约我。就算中间有过误会，他也次次出现在有我的宴会上，最后还愿意嫁给我。如果这都不是爱，这一定就是爱。我必须忍耐。这瓶香水是那个外人刻意的挑衅，目的就是挑拨我和梦眠的关系。如果我此刻冲动和梦眠对峙，就正中了对方的圈套。我没那么蠢，我会给梦眠足够的时间，让他自己处理好这些扰乱婚姻的麻烦。但如果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第三者真的扰乱到梦眠，破坏我们的婚姻，我不介意动用所有手段，好好教训对方一番。几百条消息，这小子的精力也太旺盛了。你睡了吗？是和他一起吗？你们是睡在一张床上吗？为什么不回消息啊，梦眠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要记住，你们是要离婚的，要克己复离，知道吗？梦眠！这小子简直想把我的底细、精力都扒得一干二净啊！消息太多，看得人眼都累。小孩信息，说到底就是个小孩子，突然来到陌生的时空，不安浮躁也正常，过段时间应该就好了。孟总，这批定制珠宝的对接流程，我们会严格按照您刚敲定的方案跟进，保证按时交付。把控好细节，客户那边有任何问题，第一时间同步我。好的，孟总。这打扮，这张脸，简直和现在的梁时许一模一样，除了眼神，其他都太像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年轻人。OK， 依旧桀骜不驯，这股子傲气，恐怕连大梁年轻时也无法启迪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把我扔在那破别墅一天一夜，连个消息都不回。我来监督你离婚进度。下来。不。下来。
身上有他的味道。废话，我们住一起有味道很正常。不许，我不许你身上有他的味道。梁诗雪，你脑子有病！喂，今天我去接你，我订了个餐厅，听说风景不错。最近胃口不是很好，你自己去吃吧。好。终于把这小子安抚回了别墅，真是个麻烦精。屋里没人，看来他真的一个人去餐厅了。梦眠，你助理说你6点离开的，但是现在9点了。和客户吃了个饭，语气平稳，借口满分，应该看不出来吧？他相信了。我去洗澡了。他怎么突然进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你吃了吗？没有。那没吃，但想先待在你这儿。小梁，新朋友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他这个眼神，摆明了是起疑心了。今天怕是糊弄不过去了。还好还好，自动挂断了，总算躲过一劫。那个，死脑子，快想啊！怎么解释？要回复一下吗？你的新朋友似乎需要一颗褪黑素，我不介意帮他点个外卖。天杀的！要是被梁世旭看到外卖地址是我的别墅，那还了得？没事儿，一个不太重要的朋友，明天再回复吧。等等，我今天不舒服。要出个差，大概1周。出差1周？虽说他以前也经常临时出差，但这次未免有点太临时了吧？他不是刚忙完一个跨国合作吗？怎么突然又要出差？注意休息，别太累。知道了，好好休息。那个小孩心性的家伙肯定不会消停。奇怪了，这家伙竟然到现在还没给我发消息。昨晚很早就睡了，没看到消息。这么早，会是谁？是有东西忘拿了。他这是在看什么？他发现了什么吗？梦眠，这就是你说的离婚吗？不对，眼前这个人根本不是大梁，他明明是小梁，可他怎么会穿着医生和大梁品味一样的西装？哦，随便买的西装。真不愧是同一个人，哪怕隔着10年时光，连挑西装的审美都一模一样。他走了。就这么不愿意离婚吗？你到底图他什么？真是拿着小孩没办法。你图他老，
图他年纪大了腿脚不麻利，图他过几年生日蛋糕就变成寿桃，还是图他多说2句就嘴角起沫子？嘴好毒，他竟然能把自己骂得这么狠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喜欢吗？我和大梁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和爱情无关。这5年，我借着他的身份、他的资源，一步步站稳脚跟，往上攀升，拿到了我当初想要的所有东西。婚姻最磨人的就是一成不变的平淡，没有波澜，没有新意，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早就倦了。喂，梦眠，你要干嘛？你不准想他。梦眠，知道豌豆间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是吗？老的不要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没控制住。没控制住，原来如此。你是在抢，在偷属于10年后的自己的家，偷属于他的一切。这就是年轻时候的梁世雄吗？这般桀骜张扬，带着肆无忌惮的侵略性，半点收敛都没有。婚前的他向来风流多情，桀骜不羁。我不是他，我可是纯爱。传闻里风流多情的人，年少时居然是这样纯情又小心眼的模样。我可不小。我可不是随便的男人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什么处男心结，但人之常情，谁不喜欢干干净净、白纸一张的人？更何况你本来就是梁思岁，只是来自不同的时空而已。本质上，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人。说了多少遍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和他不一样。知道啦，小朋友。或许我枯燥乏味的生活，确实需要添一点新的东西了。你跟他聊那么久干什么？笑得还那么温柔。工作电话而已，用得着这么耐心？对接想方总得客气点，不然项目出问题，谁来负责？那也不行，在我面前，你不许对别的男人笑，半点都不行。我照着教程一步步做的，没放重油重盐。你之前说想吃清淡的，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，不好吃我下次再改。味道还行吧？你都看电脑半个小时了，一眼都不看我，工作比我重要是吗？这版方案今晚要交，我忙完这页就陪你，乖乖别闹。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你现在就看我。电脑冷冰冰的又不会陪你，我不比他好看，比他乖吗？梦眠，梦眠，干嘛？我想你了。不用这么仔细，随便擦擦吹干就行，不用这么费时间。不行，头皮湿着睡觉肯定会头疼，我不放心。以前没人帮你擦头发吗？你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是自己来。那以后不用了，以后你的头发都交给我来吹。从前只熟悉他30岁的克制，从没见过他18岁这样直白滚烫的样子。少年人的真心毫无保留，倒连带着我也跟着鲜活起来了。错过了他少年时的模样，如今也算补上了。这样毫无保留的热忱，确实让人动容。我从来没有真正谈过恋爱，当初和梁时旭闪婚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冲动、最破例的决定。我常常会忍不住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早早嫁给梁时旭，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？我或许也会像普通人一样，认认真真谈几次恋爱，感受一次年少的热烈冲动，体会一次为爱奋不顾身的滋味。可惜，人生从来没有如果。没事的，我来了。但老天终究是待我不薄的，在我早已习惯平淡乏味的生活里，居然让20岁的小梁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了我身边。你该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想再陪你一会儿。时间不早了，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你是不是不想看见我了？没有，你很好，但是他快回来了。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梦眠，这几天你开心吗？开心，我很开心。
真的很开心，开心到我甚至不想让他离开，但我不能这样说，我必须清醒，必须理智。一旦我开口承认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留下来。开心就行。我说，你就跟我过吧，别管那个老东西了。他不是老东西，他是你。现在是我。梦贤，你跟他凑合过了整整5年，早就腻了，对不对？跟我过吧。我年轻，我精力好，我不会像他一样冷落你，让你一个人呆着发呆。我也不会跟你讲那些客套疏离的规矩，更不会跟你相敬如宾。我能让你一直开心。小梁，谢谢你，但我和他的婚姻不是凑合，也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先稳住小梁再说。好，我会认真考虑一下的。回来了。我站好了。梦眠，这几天你在忙什么？他发现了？不会的，他应该没有发现。以大梁的性子，如果真的察觉了一切，绝对不会这般平静试探，更不会在这里不动声色地质问我。还是工作室的事情，这几天一直在忙工作。是吗？居然这么忙吗？忙到这整整1周都没有抽空给我发一条信息。这真的是冤枉我了。那是因为小梁，他像个看守的，整天抢占着我的手机，根本不允许我主动联系你。梦眠，你不觉得最近你对我很冷淡吗？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小梁不让大梁碰我。你在想什么呢，绵绵？绵绵，你对我没有新鲜感了吗？没有新鲜感吗？我能说有吗？我能说小梁带给了我久违的新鲜感，甚至让我尝到了恋爱的感觉吗？我不能。梁世雪，都老夫老妻了，别说这些了，快休息吧。自从成年以后，我就很少焦虑过，但现在我焦虑了，因为我的妻子骗了我。梁总，这几日孟小姐全程居家，未曾外出过。确定？确定。监控与行程记录全部核对无误，孟小姐这7天几乎足不出家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蛊惑了你？绵绵，我从来都是个贪心的人，从前贪恋他的温顺懂事，如今拥有了他的人，又开始贪心他的真心，贪心他的偏爱，贪心他眼里心里只有自己一人。从一开始，就是我先动的心。是我用阅历留住了懵懂的你。我一直都知道你不会永远心甘情愿留在我身边，你骨子里的鲜活从来都困不住。我拿出了我所有的耐性、热诚，奉上了我的整颗心，只想让你安稳留在我身边。可现在我好像看不懂你了，梦眠。时至今日，你真的还需要我吗？我这辈子运筹帷幄，掌控所有人和事，没想到最后会栽在你手里。原来再骄傲的人，动了真心也会自卑，也会害怕，也会患得患失。我不急，我只能等外面的人先沉不住气，先露出马脚，到时候我就能站在道德制高点，审判一切，驱逐所有觊觎你的人。他从来不会在我开会的时候找我，难道是出了什么紧急重要的事？大家先稍作休息，暂停5分钟，我处理一条紧急消息。好的，孟总。怎么会？他们2个居然私下对上了！哎呦，相信你也感受到了吧，老登，孟眠他正在打算和你离婚。你个免费的小玩意儿，他想玩就玩，但他永远会回家。孟眠已经厌倦你了，只是碍于情面而已。我们尚且还有5年的情分，你呢？满月了吗？我比你了解孟贤，他不会离婚。
你现在来找我，只会自作自受。你确定要赌？我身体还是干净的，你呢，烂黄瓜？不好意思，婚前还是挺洁身自好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两个人，能不能来个人把我打晕，让我彻底躲开这离谱的局面？你乖乖待在别墅，哪里都别去，安安稳稳等着我，我下班就过去找你。该死，怎么又是红灯？别出事，千万别再闹出别的动静了。造我谣，小兔崽子，以为33岁的我看不出20岁的小心思？你已经老了，凭什么吃这么好？恨你老几，去死吧！小梁从小练习散打，身手利落，攻防都有章法。大梁去年也专门系统学过泰拳，近身对抗能力极强。可现在他们谁都没有在乎所谓的技巧，全是发自内心的发泄和殴打。头好疼，果然还是变成这样了。我一直刻意隐瞒，刻意拉扯，就是害怕出现这种彻底失控无法收场的局面。向来理智清醒，习惯掌控一切，凡事都想权衡利弊，牢牢把控局势。可现在一切都彻底失控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什么样我自己清楚。年少的我傲狂，目中无人，向来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自己转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手伸到他身上。我奉劝你一句，老头，年纪大了就不要学年轻人谈恋爱。年纪大了，心思沉重，情绪压抑，一旦被甩，不是脑梗就是心梗，你根本配不上轰轰烈烈的爱，你配不上他。我配不上，你就配得上。不然呢？你这个年纪早就麻木迟钝了，你分得清心梗和心动的区别吗？你可悠着点生气，别着急上火，脑袋充血，直接眼花倒在这儿。我可不会好心给你打120，没人惯着你这老毛病。小崽子，你要知道，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。这场面实在太滑稽了，这种感觉就像是两个小孩在争一个玩具，争得头破血流，但玩具本身却没有发言权。这种被当作物品的感觉让我很不爽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什么？我还没说话呢，大梁确实很了解我，他笃定我不会提离婚，从来都不是盲目自信。我的事业、人脉、立足的一切早就和他牢牢捆绑，5年婚姻早已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羁绊，我根本没法随心所欲抽身。你们两个到底要干嘛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这时候不能先说回答，看看这个小灯怎么说。以退为进，这怎么说啊？都怪这个老灯，一把年纪了还要跟我争，看看他怎么说。以退为进，这小子怎么不说话？我年轻的时候情商这么高吗？他为什么还不回答？我老了这么老奸进滑吗？你先说。你们两个刚刚不是挺能吵的吗？怎么现在哑巴了？是，这么连话都说不明白了。我认识这方面的医生，要不要我帮你介绍？这时候还不到，不要怪我了。他一进门就打我，还说我是梦眠姐姐养的小白脸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他就是看我年纪小欺负我。好个恶人先告状。梦眠，你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不是，谁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了？看你一把年纪了，我也不和你争辩了，自己和绵绵尽早离婚，不要耽误绵绵的大好青春了。你现在一切都乱了，说到底逼我做出选择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结果。凭什么
凭什么我要被推着2选1？他们本就是同一个人，是同一段人生的不同阶段。我要选的从来不是留下谁，而是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样子。你们俩打够了，吵够了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能打，这么能吵，那你们继续。我走了。梦眠，等等！他们俩打也打了，吵也吵了，接牢底也接了，爽完了。现在该我了。在我做出决定之前，谁都不许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2个都不要。这几天看你一个人安安静静的，状态反倒好了很多。他们2个都没再来打扰你。难得听话，都没有出现。这几天我照常工作生活，看着和平时没两样，但越是安静，我反而越想清楚了很多事。那你想明白什么了？关于大梁，还是那个少年，我和大梁5年婚姻走下来，早就不只是爱情了，哪怕没有轰轰烈烈的心动，可日子久了，早就成了依赖。他永远能为我兜底，是我最安稳的靠山。物质、情绪，我所有的安全感都是他给的。对我而言，他早就是无可替代的家人，亲情早就大过心动。至于小梁，我确实心动过。他年轻、热烈、桀骜鲜活，像一束突然闯进我平淡生活的光，直率、赤诚，连幼稚的吃醋和偏执的占有，都是最纯粹的恋爱感，是我很久没有体会过的鲜活。但他太不受控了，像一匹野马，热烈耀眼，却也容易冲破我辛苦维系的所有生活平衡。我知道那是年少的纯粹和冲动，没有城府，不计后果，值得被包容。可成年人的选择，从来不是只看心动。我彻底想通了，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能接纳什么，是时候做最后的选择，给一切画上句号了。这2个梁实炫，看来一刻也消停不了。为什么追不上？还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，腿脚不麻利，走2步就膝盖疼。废！你怎么这么挑？是害怕年纪大了血糖高，还是胆固醇上升？果然，人老了干什么都显得心酸。好吧，其实是小梁的单方面输出。大梁虽然老辣，但在这种年龄攻击面前，终究还是有些被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大梁此刻的疲惫，我又开始心疼起他来。白天去公司忙碌就已经够累了，下了班回来还得被小梁语言攻击，真是……老公，孟贤，你干嘛这样喊他？通过他刚刚的那些话，我大概猜到，你心里应该对我积攒了不少误会。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，跟你好好澄清一下。我见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，所以从我靠近你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根本不存在把你当工具的说法。他似乎在纠结要不要继续说，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犹豫？我没有婚前性行为，结婚当天你应该能看出来吧？哦，5分钟那件事吗？天啊，我差点都要忘记了。梁世旭这么一提醒，我还真想起来了，那确实是我的婚前经期体验。孟贤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选他了？不是选他，也不是选你。
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，隔着15年的时光而已，从来不存在2选1的问题。你来自另一个时空，终究要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去。这段时间谢谢你，但我们不该越界。也就是说，大梁依旧是我的丈夫，我并不想离婚。如果你接受不了，那你可以随时离开。我给你们时间，慢慢接受，慢慢消化。你怎么来了？梦贤，你都不喊我。So are you, Liquor? This is my boyfriend. 我去趟洗手间。时序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怎么很惊讶吗？不欢迎我？才没有。Oh, your boyfriend is so handsome. 不，搞错了，这不是我男朋友，这是我老公。你们中国人好奇怪，这是情侣之间的特殊情趣吗？ Have fun. 你看见小梁了吗？他去上厕所了。他也来了吗？可能掉进厕所了吧。大概率是大梁私下找到了他，暗中施压，言语威胁，才逼得小梁全程避嫌，不敢出来对峙捣乱。怎么回事？喂，有人吗？哪个缺心眼的堵我门啊？He came by chance, and everything will return to order. 今晚全程是我陪着梦眠应手待客，凭什么最后你出来抢风头？副驾驶本来就该是我的位置。我是她合法丈夫，这个位置本来就不属于外人。你讲点道理，明明是我先陪她来的。结婚证上是我的名字，你算什么？我原吵都别吵了，你们两个全都在后座待着。看来你们是接受现在的相处模式了。我只是不跟老头一般见识，懒得跟他计较。我向来心胸宽广。你居然还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是你们的生日，难得你们都在，许愿吹蜡烛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为什么在消失？梦洁，我不想走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必须好好照顾她，不许让她受一点委屈，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，小梁，孟叔，你等着我，不管隔多少时光，未来我一定会找到你，一定会。小梁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梦眠。他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空轨迹里。
梁世旭，好久不见。梦眠，我找到你了。